那天我驾着这辆车子载着老婆的时候呢，我就跟她讲，我讲你看啊，238,888块，怎么我不要去买 Golf 235,990块起，加了 insurance 250,000左右收，因为心想，200哦，这个1332cc 的 Turbo 引擎，也就是 Renault 跟 Mercedes-Benz 共同一起研发的这具 engine， 所以 Renault H5HT/Mercedes M282 引擎其实是一个有很多相似之处啦，就采用同样的 design， 所以它是一个100%的 Mercedes-Benz 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这个是改款版的第4代 A Class。Mercedes-Benz Malaysia 提供了 A200、A250 4MATIC、AMG A35 和 AMG A45S。那这个最入门的 A Class A200 Progressive Line 从238,888块起，在彭亨州北干 CKD 本地组装。那 A200 跟 A250 都只有 Sedan 车型，不再提供 Hatchback 车型。那这个改款版的 A Class 呢，在它的车头造型 Front Grille、Front Bumper 和它的车尾造型、车尾灯都做了非常细微的这个改变。那它更多的重点是放在于它的中控台、它的内饰的一些设计等等。那今天这里就给大家了解一下，在2023年花238,888块买一个 A Class 还有没有这个价值？那影片开始之前，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Facebook page。Let's go。Mercedes-Benz 将自己的车型分为3个等级 ：Entry Luxury、Core Luxury 和 Top End Luxury。那毫无疑问的 A Class、B Class、GLA、GLB、EQA、EQB 都是属于 Entry Luxury。那 Core Luxury 就是 C Class、E Class，Top End 就是 AMG、S Class 和 Maybach。那传闻 Mercedes-Benz 即将会在2025年停产 A Class， 我不意外啦，因为就好像这个 Volkswagen Golf 也将会停产，然后 Ford 的 Fiesta 也会停产这样子，因为这一类的车型对于汽车厂商来讲，越来越没有这么有利可图，因为他们更多的利润都会来自于电动车跟 SUV， 所以它可能会被 CLA 或者是 GLA 给取代掉。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来到2023年、2024年，在马来西亚238千你只能够买到 A200。那在以前警察还穿短裤的时候，这个价钱你是能够买得到 C180、C200， 甚至我记得我第一次 review 的 Mercedes-Benz 是 C180 1.6 liter 的。所以随着时代马币贬值，这个那个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它里面还能不能够值得这个238千。A45S 和 A35 用19寸 ，A250 用18寸 ，A200 用17寸205 55R17标配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轮胎。那 Turanza T005 是一款舒适奢华型轮胎，它最大的强项就是湿地表现、湿地过弯表现和湿地刹车表现。所以从这个轮胎的花纹块设计，你可以看得到排水沟槽非常的深，确保你在湿地的时候有非常好的抓地力。再来还有这个圆弧式的胎纹块设计，变成你在急速超驾的时候呢，它能够最大化的接地面积，然后它整个轮胎也能够去延长这个轮胎的使用寿命。所以 Mercedes-Benz 的 A200 是提供这个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的舒适奢华型轮胎给你。一般上 C Class、E Class 都会标配 Run Flat 湿压蓄跑胎，但 A Class 不是 RFT， 后车厢底下没有备胎，没有 Subwoofer， 提供一个大家 Repair Kit。那 A200 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但一定要去后面打开 Trunk， 拉开这个开关才能够解锁这个 Clip。打开之后就一片海阔天空。行李箱空间有420 liter， 跟 Two Series Grand Coupe 和 A3 Sedan 大同小异。C200 有455 liter，E200 540 liter。车尾造型的话，改款版 A Class 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于这一个车尾灯，因为在改款之前呢，它这边有一个白色、一个透明的地方很大块，
OK， 然后现在就把它缩小到变成一个长方形小小块这样子，所以在视觉上会让你觉得车尾灯更加的宽、更加的大，整体上视觉改变了非常的多，特别在光线可能不是这么强烈的时候。然后下面这边有2个假的这个排气管口，它的 exhaust pipe 是一直朝下罢了，就这样子，所以还有一条 chrome 的边框。然后这个反光板同样是横条式的，而不是像改款版的3 Series 把它从横的改成直的这样子，所以整体上真的只是这个车尾灯不同呀。不管对人还是对车 ，First Impression 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特别对于 Luxury segment 来说，你一坐上去这台车子，什么话都不必说，气味、触觉、嗅觉就能够知道这台车子值不值得这个价钱。所以这个改款版的 A Class 呢，我一坐上来 ，You can call me uncle or what， 我真的是会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好看过 EQS 的 Hyper Screen， 还是新款 C Class 中间一个萤幕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萤幕虽然没有这么大个，但是所有要用的按钮等等，冷气出风口3个、4个、5个这样子，而不是一条细细的出风口什么这样子。我觉得它还是比较介于传统跟未来之间。所以最明显的就是呢，它不再提供这个 MBUX 的这个 Touchpad。那现在这一套作业系统，这个重点叫 NTU7 的 MBUX 系统，那里面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Wireless Android Auto。那过去每一次介绍 Mercedes-Benz 的这个车型，我都要讲，你用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它都会削掉2边，给你4:3。现在 CarPlay 是能够 Full Screen 了的。当然，你的这个电子仪表板呢，你可以切换的 pattern 也变成了 Understated、Sport、Classic、Assistant 等等啊，就好像我之前介绍新款的 C Class、新款的 EQS、EQE 这样子，就慢慢的跟进他们在这个 software 方面。然后方向盘也是一样，就用了这个 T 字形，最早在 S Class， 后来的 C Class、E Class 都看得到这样子的，就是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 Haptic Touch 还是很难。你手指大个的人，你可能一个拇指下去就按到了3个按键。4个按键都 cover 得到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它的一个叫什么啊？就是不要用这个啦，用回实体按钮啦。以前的那个 BlackBerry Trackpad Button 不懂多好用。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整个饰板这边也用了这种好像类似于Carbon Fiber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一坐上去，对我来讲，这个 First Impression 我能够接受。然后有 Wireless Charger 手机无线充电器，现在的 A200 是标配了 Blind Spot Monitoring， 就是盲点侦测和这个 Exit Warning 的功能。当然，它没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这个是马来西亚很多豪华品牌的 practice 啦，你要去到真的是250，可能35、45才给你这些东西。那你买到 low spec 的车，它就给你 low spec 的 spec， 但是现在改款过后就 low 到没有这么 low，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再来呢，有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然后2只这个怀档也是一样非常的 plastic， 所以它还是有一点点 hard plastic， 可是整体来讲，这个内饰就质感跟设计10分，我可以给它7.25分，不要问我为什么是7.25啦。后座的部分呢，改款版的 A200 在后座同样没有冷气出风口，所以只有前面，后面就没有冷气出风口。然后下面有给你一个 USB Type-C 的接口，那这次改款过后全部都升级到了 Type-C。然后你打开这边有没有 Wireless Charger？ 没有，它是2个 Cup Holder， 所以坐起来的话，其实空间是不错的。就以这个 segment 来说，我的身高是178cm， 所以我躺着这个头枕的话，这边还有一个拳头的位置，是不会比 C Class 小太多，因为 C Class 是一个后驱平台，中间占用的位置会比较多这样子。但我们回到头，如果你看过我的 Mercedes-Benz 所有的影片，你就知道，如果你买一辆 Mercedes， 如果你要买一辆可以载人舒服的 Mercedes-Benz， starting from E Class、GLE 这些 C Class、A Class， 你都必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不能够要求太多啦。你要一辆 Mercedes-Benz， 你要一个 Mercedes-Benz 的房车，你要这种豪华感，空间就
呀，刚刚好可以，这边完全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 hatchback 而已。其实 A-Class 就是一个 hatchback 啦，但只是跟它加长而已。就是很多人讲，你可以 review CLA 吗？The boy, it's the same thing， 只是这个地方不同罢了。外面看起来更美，这边下去，然后车尾造型有一点不同，所以 A-Class 就是，I mean 没有冷气出风口，这个我会重复3次啦。但前面可以吹到你，因为车子不是很长嘛，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啦。如果你是 E-Class 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这个就打不累了啦。Right。那天我驾着这辆车子在这老婆的时候呢，我就跟她讲，我讲你看啊，238,888块，怎么我不要去买 Golf 235,990块起，加了 insurance 250,000左右收，因为心想，200哦，这个1.332cc的 Turbo 引擎，也就是 Renault 跟 Mercedes-Benz 共同一起研发的这具 engine， 所以 Renault H5HT/Mercedes M282 引擎其实是一个有很多相似之处啦，就采用同样的 design， 所以它是一个100%的 Mercedes-Benz 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我老婆又讲了。他说：“大部分的人哪里会知道 GTI 比这个车子好价很多？哪里有人会知道 Volkswagen？ 就是对于很多你知道吗？要面子，他可能是做某种行业，他需要让人家知道他驾的是一个豪车，一个豪华品牌，他怎么可能会花235,000去买一个 GTI？ 搞不好还会给人家笑。那你只要买一个 Mercedes-Benz， 哪怕它是一个 A200， 它是一个 1.332cc 1.3 L Turbo 的 Mercedes-Benz， 它还是一个 Mercedes-Benz。这样有些人又会讲了，那这样你花200多千，你就是买个牌子不好吗？那我是来不然呢？如果你不是买个牌子，你是买什么？每一个牌子它不只是一个牌子，它是那个品牌花了非常多年去经营出来的从硬体、软体，它的赛道实力，它花钱在研发做 R&D 做它的设计、宣传等等，这个也是那个牌子背后赋予的意义，而不单纯只是说你就买一个壳、买一粒 logo 罢了，没有。但我们作为一个车评员，我们讲求实事求是，我们讲求性价比，你会觉得真的要花235千买一个163个 PS 270 Nm 而已的 A-Class 吗？一个 A-Class Sedan is not even a rear-wheel drive 的 C-Class， 你知道吗？就是以前这个价钱，你们以前警察穿短裤的，我知道。哎呀，你会问你自己这个问题，讨价还价。但你回过头来，你这样子看啦，你抓着这个 steering wheel， 你看着这个 dashboard。Volkswagen 完全不够它来输它1条街，输它2条街，输它3条街，输它4条街，你根本不会把 Volkswagen Golf 跟 Mercedes A-Class 放在一起来比较。作为一个 premium brand， 它还是有 premium brand 应该有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升级改款过后的 A-Class， 它有把这种 ADAS 位再往上调，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抓着的方向盘。我根本分辨不出这个是 A-Class， 这个是 E-Class 还是这个是 S-Class。然后我看这里面的 graphic， 也是 A-Class 的 graphic， 是一个 EQE 的 graphic， 一个 EQS 的 graphic， 非常的像，只是 scale 有一点不同。然后整个质感 ，piano blade 冷气出风口就是嗅觉跟你的触觉等等非常的 premium。非常的好，它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你摸得到，你感受得到，别人看得到，别人看你的眼神，你自己看你的眼神，你透过 Mercedes-Benz 的 logo 反射出来的这面镜子，照到你自己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象征。230多千值不值得？我觉得真的，你到这个 level，of course， 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你的 only car， 这样就可以考虑别的啦。但是如果你 second car、third car，老婆驾的、孩子驾的 whatever， 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非常，你不会去在乎其他的东西啦。我知道它的动力，你知道吗？就是麻麻得罢了，但是是一个怎么讲，很可爱的车啦。我知道可爱可能是形容 smart、形容 mini， 可是，在房车界啦，我们说在 E-Class、S-Class 这种 4-door sedan 界里面 ，A-Class sedan 是一个相当可爱的车。我觉得它真正的竞争对手是 Audi A3 Sedan， 而不是 BMW 2 Series Grand Coupe。因为2 Series Grand Coupe 呢，它有一点那一种
怎么讲？就是它是 Coupe Light 的造型啦，所以它很难跟它直接比。所以我觉得 A3 Sedan 会跟它比较接近，但因为 Malaysia 的 A3 Sedan，是 CBU 进口的 2.0 TFSI 版本，那个价钱是超过300千以上，完全不用看，因为这个是在不干 CKD 本地组装，所以你会觉得呀值得。So 不够，这种车啊，你一定要去到 Sport Mode。OK，let's go。每当我出入口出到全力加速、静止加速的时候呢，它让我想起了我很早之前开过的 Golf R-Line。Golf R-Line 是 1.4 TSI 150 PS 250 Nm， 它是 1.3 L Turbo， 但是它有163个 PS 和270个 Nm， 所以不只是数字上，我在驾起来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它比 Golf 1.4 TSI 有力，但它会更加的潮，因为你知道吗？鼻身更加的小个，然后整个压缩比等等，你会觉得它比较粗糙，然后 blow off 的声音很大声，那个声音是不绝于耳的。然后驾着这种车呢，你会一直想要开快车，一样的东西来的。因为当你的马力不足的时候，你会一直需要 downshift 去 build up 你的这个 speed， 然后你不想要加慢，因为当你加慢的时候，你要重新再起步回到那个速度的时候，它需要耗费一点功夫。那如果你 CC 更大，比如说像 Golf 2.0 Turbo 245 PS， 或者是这个A250 也是 2.0 L 啊，那个是 100% 的 Mercedes engine， 然后现在又有加48V， 又有再加这个 4MATIC 的4轮驱动系统，那个你就比较 steady 啊。OK， 我们用比较 direct 的词叫 steady， 你就会比较 steady， 比较 calm， 比较 chill， 要快就快，要慢就慢。可是 A200 不能够 ，A200 你要快要点时间，你要慢没有问题，但是它好是车子真的是很灵活很好驾，因为它就是一个小车嘛，它就是一个你知道吗？前驱平台的 Mercedes-Benz， 猜，你可以追到你想要追的车，这是建立在5000个 RPM、5500个 RPM 以上，你要一直去拉它，拉，它才会给到你要的动力这样子。所以值不值得买一辆 A-Class， 我相信这完全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啦。因为我相信你要买一个 A-Class 的人，你很难会被人家左右的。based on 我的 experience 啦 ，not even close 啦。I mean 你讲218 i-Gran Coupe， 1.5 L 3 cylinder， I mean 别人的操控是 OK 的，可是比里面的东西完全不够来，因为那个2 Series 旧了。如果你讲新的这个 X1 iX1。或者是新的 iX2 X2 啊，那个就 OK， 可以跟它 fight。可是这个完胜呀，因为我过去开过了形形色色各种种类的 A-Class， 我开过400多匹的 A45S， 我开过300多匹的 A35， 我开过200多匹的 A250， 我也开过160多匹的这个 A200， 所以去到。你知道吗？去到 A45S 那个就是不同的境界，好像2台不同的车子。所以我们最后再讲回这个改款版，因为你在驾的时候很明显是你会 feel 到，你会看到，因为它的 bonnet 是有2个拱起来的地方，好像2个骆驼的驼峰这样子啊，所以你会觉得车子很怎么样？整个拱起来好像很有 muscle 这样啊，好像2个2头肌这样子走在路上。然后我比较不习惯是它没有掉这个 MBUX 的 touchpad 了。变成我所有东西都需要去 touchscreen 去调整奥迪也是把它的旋钮抽掉，叫大家去 touchscreen。BMW 前驱平台的，像新的 iX1 X1 也是抽掉这个东西给你去 touchscreen。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 common practice 啦，大家都觉得 OK， 我们 make a deal 3 Series C-Class 以上我们采用旋钮，采用 touchpad。这种前驱平台的 low budget 的 entry level 的，我们就给它 touchscreen 这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啦。So 呀，这个东西不是很习惯，可是用久你就1回生2回熟3回给炒来吃了啦 ，right？ 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在 Facebook page。也欢迎留言，如果你是 Mercedes-Benz A-Class 的车主，因为我相信 Mercedes-Benz A-Class 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累积了不少的粉丝，不少的车主。Right，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一起来集思广益。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看。